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只有青年和老年，好像没有中年似的。其实最宝贵的就是中年。少长50岁生日，长子建中送给他一份大礼，一座风水极好、颇为排场的寿墓，还美其名曰将来总有那么一天，也没什么可害怕忌讳的。少长反驳：我不是怕死，怕的是等死。建中一家觉得少长不知好歹，气恼离开。少长陷入关于死亡和生命的回忆。10几年前，少长还年轻，他带3个孩子给他们的母亲扫墓，孩子们什么都不懂，在一旁玩起了游戏。少长正沉思着，听到一阵女孩的哭声。女孩叫敏华，是少长好友的女儿。好友如今另外娶妻，后妈对敏华很不好，非打即骂。看到这一幕的少长非常同情敏华，也坚定了一个想法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给孩子们找后妈，即便想找个伴儿，也要等孩子们长大。一个人养育3个孩子是很难的。少长自己创办了一所小学，但人们都不重视教育，觉得读书无用或用处不大。他的学校艰难维持着，赚的钱勉强能够给老师们开支。当儿子建中小学毕业，同龄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打工赚钱，给父母分担压力。少长却从未给过建中任何压力，只要他愿意读书，再苦再难也继续供他。几年后，建中深造结束，如愿找了份既体面又挣钱的银行工作。拿到第1份薪水后，他奖励了自己一条名牌领带，又给家人带了一份鸭胗干。姑妈告诉建中，等你爸回来，你就把薪水交给他，让他也乐一乐。做父母的有一天能用儿子的钱，哪怕就是1块钱，也会很高兴。建中有些不乐意，但看到少长走进来，还是把钱交了出去。少长感动得眼泛泪花。你自己留着用吧，我现在用不着。哎，拿来。我留1张就够了，明天我买点东西请客。少长买了许多糖果分给建中小学时的老师们，兴奋地炫耀建中自己能赚钱了。正分糖呢，门卫进来告诉少长，有位刘小姐找您。少长看了许久才认出，刘小姐就是小时候总被后妈欺负的敏华。自从敏华家搬去外地，2人已经10多年未见。敏华告诉少长，她父亲去年去世了，后妈要将她嫁给一个50、60岁的男人，她不愿意就跑了出来，准备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少长让敏华留下来当老师，管吃管住。敏华师范毕业，与少长一样热爱教育，喜欢帮助小孩子，2人如同忘年交一般相处。敏华还会在少长打学生手心时告诉他，体罚的教育方式已经落伍。少长也不会仗着自立身固守己见，会积极配合推进新的教育模式。少长事业上一帆风顺，家里也有了天人之喜。建中追到了银行经理的大千金冯小姐。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在当时是遭人反对的，会说男方吃软饭，男方家也要看女方家脸色。但少长丝毫不干涉建中的爱情，只要他满意就好。建中和冯小姐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双方父母见面那天，少长特意找了个物美价廉的地方刮胡子，没曾想正刮着胡子，看到建中和冯小姐从商店出来。少长立马喊住建中，建中却像没听到似的，一个劲儿催冯小姐上车离开。少长继续喊，建中只得带冯小姐过来打招呼。待冯小姐走后，建中怒骂少长，你这个人简直糟透了，刮胡子为什么不到店里去刮，偏偏又给他看见了，他回去一定告诉他父亲，说你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人。少长无端被儿子这么当街指责，怒斥，我不登大雅之堂，顶多不去吃饭，你结婚也别找我做主婚人就是了。和所有父母一样，对孩子放的狠话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日子到了，少长还是成了主婚人，并腾出主卧给建中夫妻用，自己和次子女儿挤到一个房间。新婚夜，冯小姐带来的老妈子和冯小姐告状，我虽然是老妈子，可到底是您陪嫁过来的，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，叫我睡在地板上，连一张床也没有，这怎么和我们公馆比呀，简直是活受罪。冯小姐震怒，明令要求建中去找张床来，还必须是今晚找来。建中不敢反驳，便想让妹妹打地铺，妹妹生气拒绝，弟弟已经睡着，最后只能是少长睡地板，把床让给老妈子。为了不让建中自责，还说自己从小就睡惯了地板，没什么要紧。
得知此事的冯小姐很委屈，对建中说什么是我不好，害你做了个不孝的孩子。建中赶忙哄道，我知道你在这受委屈了，相信我，过2年一定给你买花园洋房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不着在这受罪了。活了几十年的家，突然就成了建中眼里受罪的地方。在岳父的帮助下，建中没几年就成了银行副经理，买上大房子。新房子对谁来说都很好，就是苦了少长。因为离学校远，他每天都得挤电车上下班。建中偶然看到挤电车的少长，心里很难受。他想给少长买辆3轮车代步。冯小姐精打细算道，一辆3轮车多少钱？他1个月在学校又能赚多少？干脆别让他去学校，在家做个现成的老太爷多好。建中觉得这个主意绝妙，告诉少长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你去学校了，你应该替我想想，我现在是银行副经理，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地位，让人知道你挤电车怎么看我，你应该在家享福，做老太爷。少长表示，我并不老，身体结实，精神也好。建中却说，一个人老不老，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来做标准的，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。比如你，人家觉得现在你是个老太爷，你就得按照老太爷的路子走，不然人家看了就不顺眼。为了让家人看得顺眼，少长只能去做老太爷。他将校长的职位交给敏华。敏华什么都好，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敏华日后会结婚，女人一结婚就常常把事业放弃了。敏华斩钉截铁道，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事业。随后又羞涩苦涩地低下头说，我不会结婚。少长追问原因，还说人到了某时就会想要家庭生活，人总是要结婚的。敏华反问，那你为什么不结婚？少长回答，我孙子都有了，还结什么婚呢？敏华含笑的表情立马收敛起来。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建中和冯小姐叫走了少长。成为老太爷的1个星期后，少长又迎来了自己的50岁生日。寿宴那天，建中请了许多人，大家都在客厅打麻将赌钱，全场不见主角。少长一个人待在2楼，一边和姐姐聊天，一边听着广播里建中冠冕堂皇的演讲。关于青年的修养问题其实非常简单，每一个青年在私生活方面有几点一定要做到。第一就是绝不能赌钱，可分明前几分钟他还在赌钱。少长是一句话都听不下去，感慨现在的所谓社会名人恐怕都和我儿子一样，拿欺骗当了种职业。说罢，少长自己又转移了话题，抱怨次子和银行经理的2千金走到一起，2人每天出去玩不着家，也就女儿建英最贴心，能听一听他的抱怨。少长姐姐也是喜欢建英的，喜欢到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儿，问少长意下如何。少长从不干涉儿女的感情，只说建英愿意就行。刚说完，建英就来找少长姐姐，2人一起到了楼下。无聊的少长偷偷溜回学校，敏华给他端了碗稀饭，说起学校的现状。学校资金严重不足，老师学生已经吃了好几天稀饭。回家后，少长立马找到做银行经理的亲家，请他给学校捐款，但也不白捐，可以让他当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。亲家答应了此事，建中却有了意见，你让我岳父捐钱，玉轩也应该跟我商量商量。人老了就不觉得自己讨厌，说话颠来倒去的。建中训的少长不敢说话，可回过头来又有些内疚。他和冯小姐说，我刚才对老头子也许太过分了，像老头子那样的人已经落伍，我犯不着跟他认真，我这一认真反而显出我这个人沉不住气。建中现在做人处处讲究一个气派，冯小姐劝他给少长送点东西。建中想起手头里有一块地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给老头做寿坟，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少长看着寿坟模型，祈求般告诉建中，我实在不愿意待在家里头等死，你给我点事情做，别把我关在家里头。建中回答，你可以去种花、养鱼、玩鸟、念佛、收集邮票，通通都有老太爷的派头。少长将这些事情做了个遍，可就是对哪件事都提不起兴趣。他去找建英诉苦，但女儿如今嫁为他人妇，关心着自己的儿女，根本没精力听他说话。姐姐也责怪少长不知足，儿子孝顺有钱，在家做老太爷还不开心，没有人能理解少长的痛苦。清明节，少长去给妻子扫墓，遇到同样来扫墓的敏华。
少长打开话匣子，现在我每天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人家都说我好福气，其实是活受罪。敏华劝他出来找点事做，像你这样的年龄，学问有了，经验也够了，正是人生最成熟的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要是不好好利用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，好像没有中年似的。其实最宝贵的是中年。你为什么不回学校里来呢？学校需要钱，更需要人。少长从未听过这样的论断，立马激动起来。可一思索，他哪儿都能去，唯独不能回学校。一方面是因为建中不同意，另一方面他收了同事们送的退休礼物，已经宣布退休了，怎么好意思再回去呢？敏华听到答案，笑少长简直是个孩子，太过孩子气了。平常谁都叫少长老太爷，今天竟然有人叫他孩子了。少长当即决定回学校当老师。为了防止家人反对，少长每天都偷偷出门，但没几天，管家发现他的异常，揭破了此事。建中为了面子，又是对少长一顿指责。少长这次强硬起来，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没有快乐，活一天就得尽一天的责任。你要是觉得没面子，就别承认我是你老子。少长不再遮掩，大摇大摆去上班。同事孙老师却突然提出辞职。孙老师觉得小学老师没前途，要去新加坡工作。他态度坚决，怎么说都无法改变。临行前，孙老师特意来家里向少长辞行，并拜托他一件事：我喜欢敏华，他对人非常和气，可是总叫人没法子跟他太亲近。我怀疑他一定是另外喜欢什么人，你帮我问问他是否愿意嫁给我。少长答应下来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他才和敏华说了几句，敏华就背过身痛哭起来，还痛斥少长与后妈一样，想把她嫁出去算了。少长感到很心疼，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：其实我也不希望你嫁给他，刚才他叫我来的时候，我无缘无故的有种嫉妒。敏华问：那你为什么劝我跟他结婚？难道我还能叫你跟我结婚吗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天。不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的。为什么？你不过是同情我，觉得我太孤独、太寂寞了。如果你跟我结婚，那完全是为了可怜我。可怜？我从来没想到你需要人家可怜你。你不是可怜我？难道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吗？你可爱的地方很多，你自己没发现罢了。回到家，孙老师追问：你和他说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少长兴奋回答：他答应跟我结婚了。少长将自己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儿女，建中对此坚决反对，次子倒是支持，毕竟父亲也没干预过他们的姻缘，他们也不应该反对父亲的。可偏偏次子没钱，想和2000金结婚，还得靠建中夫妻帮忙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必须和建中统一立场，大家一致反对少长。次子谴责少长：你就不怕别人笑话？你要结婚早就该结了，为什么10年前不结？建中则直接立下几条制裁措施：第一，结婚那天我们全体不参加；第二，你结了婚得自己找房子，我们这儿不能让刘敏华进门；第三，我岳父是学校的董事长，现在我代表我岳父以董事长的名义解除刘敏华校长的职务。少长愤怒地离开，冷静下来又很挫败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许自己就应该乖乖做个老太爷，慢慢等死。敏华却坚定地说：他们不来婚礼，你就觉得可耻吗？你错了，可耻的是他们自己。不让我进门，我正好也不想去，请我去我都不去。被辞退校长职务又算得了什么？难道我们不能另外办一所学校吗？少长解释，办一所学校哪有这么容易？现在这所学校是我毕生的心血啊。敏华告诉他，你不能把旧的东西看得太宝贵，你得有狠心丢掉旧的，才能去创造新的。少长依然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追问，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残酷？为什么我结婚就像犯罪？大概这个世界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了。敏华反驳，你又错了，你以为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？绝对不是，他们不过是未老先衰的一群罢了。敏华和少长带着学生们去郊游，陪他们玩游戏，
感受着自然与活力。少长累得满头大汗，却幡然醒悟。我现在才知道生命的可爱，在我的面前，不管是一片云、一条河、一棵树、一把土，我觉得它们每一样都是活的。少长随意将香蕉皮扔到后面的院子，而那院子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陈氏墓园。少长走进去一看，这正是建中送给他50岁的生日礼物。他感慨道：跟你结了婚还没有房子住，死了以后倒有地方睡了。缅怀也说，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，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，而不讲究怎么样好好的活下去。少长猛然意识到什么，活人总比死人要紧，就在这里盖几间平房，既能生活也能盖学校。1年后，陈氏小学正式开学，学生并不多，只有12个人，但少长相信这里一定会像自己的另一所小学一样，成为容纳千人、远近闻名的小学，改变无数孩子的命运。他充满了信心与力量。少长看着敏华和襁褓中的女儿说道：我觉得我的生命刚开始，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。哀乐周年是由桑湖编剧执导的剧情片，上映于1949年。看过此片的人几乎都会发出同一个震惊，这真的是1949年的电影吗？1949年就有人在说体罚孩子已经过时了。1949年就有人关注到女人一结婚就常常把事业放弃了。1949年就有人探讨中国人的生死观、教育观。影片还关注到中年这个群体，中年该怎么活？谈爱情，别人说你老不正经；找工作，你的年龄不符合我们公司要求。中年人总是被否定，总是为太多人、太多事妥协。中年是悲哀的，可度过那个坎儿，学会创造新生活，中年也会收获真正的幸福与快乐。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，让我们整个人更加睿智和理性，也更懂得幸福不是别人定义的。人生过半，我们学会爱自己，为自己生活，追求年轻时没敢追的梦，让生命充满温暖和幸福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